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人过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七哥在监狱中最新的情况传出来了，我的天哪，没想到啊！现在呢，这个郭文贵啊，在狱中啊，天天有这个大哥给送热牛奶喝啊，白白的稠稠的，腥不腥呢，只有郭文贵自己知道。而且呢，蚂蚁帮爆出来了，说七哥自己光着腚关在玻璃房子里边，那房子里边没有纸啊，那个大号完事以后得用手擦，用那个治疗痔疮的药来治嗓子。七哥这也太惨了吧！那边说你别胡说，你天天污蔑我们家七哥是吧？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那蚂蚁帮自己说的呀。啊，而且现在郭文贵的精神也不太好，也可能出问题了。他就一口咬定说那个有一个这个穿黑西服的女的啊，去看望他，看看他的情况，认为他是装病，非得让他出庭。那个人呢是谁呢？啊，郭先生打电话来了，说呀，后悔在这个法庭上说少了，应该更详尽的揭露 MDC 的狱警以及 FBI 剪破他衣服的恶劣行径啊。这个电梯里边那个穿黑西装的女的还对他进行了嘲讽，当时他并不知道对方是 FBI 的官员，是事后律师告诉其身份的啊。说为了确保郭先生能在眩晕状态下撑过庭审，医疗人员为其注射了3针药物，推测为强效镇静剂或兴奋的药物啊。郭文贵说，我感觉整个大楼都在移动，他们给我打了3针。他问题是，有人说啊，那这个郭文贵他说这些，现在有个给这个外边的蚂蚁说这些有个毛用啊？再说了啊，这是真的假的呀？是他打电话了，还是说蚂蚁们胡编的呀？更欢了，就是就像什么一些伪类啊，对，就是包括就是说什么开始都说什么电话是假的，就是现在说的更其实本来不想说的啊，但是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监狱系统的官网去查一下，就是这个接电话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就是首先你不可能把这个电话去就是转播出来。那郭先生那作为郭先生，他肯定是想要和战友们去讲话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去把这个转播出来，这些都是在这个 BOP 的这个监狱系统的明文上面写着的，所以就是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他故意去造这种谣，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那你的目的是想要就是就把这个电话公布出来，所以这个郭先生被惩罚吗？还是你就或者说是郭先生这个联盟全部都是坏人，那这样就对爆料革命就是好了嘛？所以咱们有一说一啊，郭文贵在监狱中是能够往出打电话的，因为在那个名单上有几个蚂蚁作为他的司法联系人，是可以打电话的。电话确实是七哥打的，这个没错，但是七哥说的都是疯话。我当然是听郭先生传出来的信息，为真不破。郭先生敢说一次假吗？他敢说是假的吗？他说的那些话原话啊，那个女人在电梯里面直接跟他说，你的朋友呢？你的朋友班农呢？你不是要 set up Hunter Biden 吗？你不是要陷害 Hunter Biden 吗？这就是你的下场。疯狂吗？太疯狂了。这天不要再问什么针打的什么针，不用担心，所有的这些担心，你的猜测，你天天要活在猜测里吗？天天要活在这种猜疑里、担心里吗？
我们还要继续，我们还有敌人的等着我们呢。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多么邪恶的人，是吧？哭也哭了，口号也喊了，然后呢，猜、担心、传谣。我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会保证说，我得到的信息一定是准，就是郭先生给我的信息，我不能说，就是说这个信息也是需要去验证。但是郭先生亲口给到我们的信息，我把它说出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呀。你其他的信息是郭先生那儿来的吗？你怎么保证啊？我用生命保证，你用什么保证？关键是郭先生是一个纯精神病，他说的都是疯话。关于这个米兰达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有几个点，大家在宣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时间，那我们时间显然是比他早得多，就不管说你把 GTV 关了，把 Gnews 关了，我们找不到证据，我们当然也找得到证据啊。而且还有就是说，那个时候路德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在里面有没有带风向，还有就是郭先生是怎么去避免和那些错误的信息连接在一起，他当然是会去发出一些声明。但是这个事情，朱利安尼先生他拿到了这个硬盘之后，需要报出来，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他就已经要把这个东西给到纽约邮报，给到郭先生这边。什么时候报，就是看整个选举的这个进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作为爆料革命，是不是要第一个去参与这件事情？首先郭先生他没有觉得我们应该第一个去参与，他一直在说我们尽量不要去牵扯太多美国的政治，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纽约邮报没有及时的报，他们9月份就应该报，或者更早的时间他们就应该报。那个时候班农这个都可以去问的嘛，班农先生包括朱利安尼先生，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好，然后呢，该报的时候不报，没有报。然后，这个是一个点啊。当然，我们也是在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各种信息了。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纽约邮报，你就算是你10月14号你报了，你报的那点东西还不够大家塞牙缝的呢。GTV 因为我们报了 Hunter Biden 那些很刺激的东西啊，但我们报他东西，我们又不是为了看他那个色情片，我们是要有我们的目的，有我们的目标，是吧？我们是要帮助川普总统要拿下那个2020。那这个东西报出来，美国人那些正义的人看到他不震惊吗？他当然震惊了。你说这个画面，这个视觉冲击力，米兰达你拿了什么？你有什么视觉冲击力啊？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时候我们在 X 上发，那很多都被关号了呀，我们很多战友都被封号了呀。那我们就只有在 GTV 上发，在 GTV 上发，我们也是经过律师同意认可，然后我们写了声明，18岁以下不能看，都写了呀，都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发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就那段时间，短短的10天10几天。GTV 的下载用户、注册用户增加了400万。米兰达，你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你发的那点东西能达到这个效果吗？而且还有就是你发的东西有多少是涉及中共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不是都涉及俄乌的呀？你敢提中共吗？反过来咬一口说我们是假的，你能证明哪个是假的？假的你拿出来，你说哪个是假的？你在哪儿看见的？什么时候看见的？什么时候发的？假的，你一句话假的你就结束了。你说是假的，你得拿出证据来呀，你得举证呀，是吧？我们就可以说你是假的。你现在你从2021年你看所有的你的身份、你的人设，你是什么第一人了，你就是最强的揭露者了。对，就是这个地狱笔记本来说，那显然是你能站住脚吗？你发的那些毛毛雨淋到谁了？谁在乎呀？而且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从2021年到现在，关生提过他吗？从来没有提过他，对吧？你赚钱你赚你的钱，你要骗川普总统，你要去骗美国人，那咱也拦不住啊，是吧？跟咱也没关系啊。你只要不来惹我们，我们也只能说祝你好运，愿神与你同在。你现在你要惹我们，我们还不说话，你真当我们这批人是被共产党抽掉血性的一些奴才吗？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做奴才，我们才在这个地方，搞清楚状况好不好？所以我们首先我们一再强调，真相是我们的武器，只有真相才能做我们的武器，我们就说真相，其他的猜测还有就是谩骂不需要啊，我已经帮大家骂了，我这个叫什么口业我来造现在我们对他的揭露就不能停，而且现在很多美国人很相信他打造的那个人设和他这个布的这个局的这个时间之长，是吧？然后他在纽约邮报，因为大家都默认纽约邮报就是一个右派的一个最主要的发声的一个阵地，他的纽约邮报这么渗透，必须要说，就这个时候你不把真相说出来，你就是在这个叙事战里面，你根本就压根就你没有出招，你就被别人灭了，你觉得行吗？你觉得对吗？这是一场叙事战啊。关于这个 Q 妹啊，蚂蚁帮内部也有很多人对此呢，就对他的人品表示怀疑。Q 妹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郭先生传达给他的，就有蚂蚁出来问了，说我们想问问你啊，
你说牛角人每天给郭先生送热牛奶吗？牛角人是谁啊？那就是那个大家记得美国国会山暴乱的时候，有一个戴着牛角头饰的人闯进了那个国会山啊，那个著名的情景你还记得吗？那个人说是天天给郭文贵送热牛奶喝，但是上边那个洞还是下边那个洞咱就不知道了啊。说你说郭先生用治疗屁眼的药治嗓子，他拉屎没有手指得用手擦，没有水喝得喝马桶里的水，他在那个禁闭室里边光着腚啊，那个禁闭室还是个玻璃房子啊。说郭先生真的能用英文写信吗？在那个 MDC 里边有鲍鱼吃吗？对吧？你要说那个黑香肠有，但是黑鲍鱼是真没有，那玩意儿真不可以有，没有，美国没有啊。说那个郭先生在 MDC 里有4个大电视吗？啊，床头就有电话随便打吗？他能在球场里边打球晒太阳吗？那不前两天还说郭文贵说3年没有见他阳光了吗？当然了，他那个200斤的喜国公主说也是能够晒太阳，对吧？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呀？我觉得他们谁说的都是真的，这都是郭文贵的原话，但是郭文贵嘴里边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是真的，所以老郭是个单口相声艺术家，你且听且珍惜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